然后再来，他提醒我们说，你不要看报纸去做股票了，或是说网络去做股票。他觉得这都已经是到最后的一个消息，所以通常我们看到说报纸出现好消息，你去买，大概都是它的一个最高点。所以他提醒我们说呢，你不要看这个报章媒体或是网络的消息呢去做股票。再来最后一个，他提醒我们说，你不要跟人群做。所以我们在这一期的视频提到这个群众心理学里面有提到说。你加入股友社，你跟一群人去操作，或是有人带领你操作呢，这个要赚钱的机会呢，其实是不太大的哈。他告诉我们说，在股票市场的一个生存法则，第一个，多头空头都可以赚钱，但是不要当猪头啊，不要当猪头。所以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也讲到说，你要判定这个多空啊，多空，你不要多头的时候呢，你做空；空头的时候你做多，这样你就变猪头。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方向判定呢，你必须要有能力去判定它的趋势。第二个，不要一次买足，傲慢是一种罪恶。所以我们通常在股票市场在买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初步的时候呢，会先去试单，然后设一个比较窄的一个停损，再试单，设一个比较窄的停损。当这个方向对的时候呢，你的试单赚钱之后呢，你就开始要拟定你的建仓计划，就是你要买多少股票的建仓计划。通常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过说是一个正三角形的方法，也就是说，当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你会买的比较多，但是随着价格的上去呢，你会越买越少。比如说你有100万，可能一开始先买30万，再买20万，再买10万，再买5万，慢慢的往上买把这个100万资金把它买完。那傲慢是一种罪恶，是说你不要认为说你的判定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呢，你一次呢就把这个100万呢一次就扎进去，一次就把它买完。所以要认为说你用这种建仓方法呢是比较危险的。第三个，他说我们要找烂股票而不是烂公司，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些被低估、被市场低估的一些股票，但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它是一个好公司，但是它的股票呢是被低估的第四个，分散投资是一种免费的午餐。我们常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他认为说你分散投资呢就是一个免费的午餐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一个分散投资的消弭风险。但是呢，他前面提到说，我们也不要分散的太散，就是我们不要把股票呢买太多档那买进之后勤做功课，而不是买进之后长期持有。就是我们买进来之后，要针对我买进的这些股票呢，持续的研究，持续的关注，而不是买进之后就不管它，就丢在后面长期持有，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事情第六个，他说，忌讳因为恐慌而卖出股票。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说，他在每年结账的时候呢，他发现说他赔损最多的都是因为他自己恐慌，或是市场恐慌而跟着恐慌，所以把股票呢杀出去。所以你在市场恐慌，而你自己呢，必须要更镇定的去处理你自己的股票部位第七个，他说纪律比信心重要。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买一档股票，我对这档股票非常有信心，可是呢，你买进之后它就下跌，那你仍然对这个股票非常有信心，你认为说呢，它一定会起死回生，它会上去。可是它告诉我们，纪律比信心来的重要。也就是说，不管你对这个股票你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呢，你仍然要执行你的纪律，也就是停损第八个，持有现金和观望呢，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当你没有任何的想法，你没有办法判定说这个市场多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退出市场。所谓退出市场，不是说你离开市场，而是说你把资金呢抽离市场，而持续的关注这个市场。所以他认为说，你存有现金跟观望呢，在这个市场不确定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第九个，他认为说，你要做好市场往下掉的一个心理准备，而不要害怕调整。就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这个股票市场已经要跌了，那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去怕这个股票下跌，而你要先做准备说，当股票如果真的下跌的时候，你要做怎么样的处置你要对你的部位做怎么样的调整。所以你不要害怕跌，而是在跌之前呢，你就必须要做好必要的一个处置。第10个，他说你不要忘记了，
除了股票市场之外呢，你还可以做债券哦，你还可以做其他的商品。所以在这个市场上呢，永远存在多头市场，或是永远存在空头市场。所以当股票走空的时候，你不想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再看看其他市场有没有什么多头市场你可以做的，比如说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原物料市场，这些都是你可以琢磨的哈。所以他说你不要只专注在股票市场，还有很多的市场呢是你可以拿来赚钱的。第12个，他说投资的等式里面呢不应该有希望的存在。就是说我投资，比如说我的这个公司的营运啊，加上什么会等于它的股价，类似这样。但这个等式里面呢，你不要存有希望，就是我不能希望说这股票涨到哪里，我不能希望说这个股票这个公司会赚多少钱，就是等式里面呢，你要把这个希望呢排除掉啊，希望排除掉。第13个，他说，如果企业的高阶主管相继的离职呢，你就要注意了，相继的离职表示这公司呢可能真的有问题了啊。再来，耐心呢是一种美德。放弃价值是一种罪恶啊，耐心是一种美德，放弃价值是一种罪恶。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呢，他当初在帮忙抄这个基金的时候呢，他在做一档叫 AT&T 美国电信电报公司哈。他买进的时候呢，他研究之后发现这个公司呢非常好，所以呢，但是买了之后它不涨，它就一直不涨，所以客户呢一直催他说，你的基金净值都没有增加，为什么你买股票都不涨？好，那他当然呢，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股票卖掉，因为他相信它的价值存在，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时候呢，你不要放弃它，因为你放弃它呢就是一种罪恶，你放弃它是一种罪恶，而你耐心的等待呢是一种美德。第15个，他说媒体呢不代表股票的真实价格，就是我们提到的报章媒体在炒作哪一只股票呢？它并不是代表这股票的真实价格。比如说这个第4台老师或者是股市名嘴在吹捧某一只股票的时候，说这个股票呢必须它的实际上价格是300，他讲的价格呢并不是这个股票真正价格，所以你也不要被这些人所误导了哈。再来，他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是停损篇，也就是我们要执行这个停损的纪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要停损呢？你什么时候停损呢？第一个，他说你买进来的时候呢，点就是错的，你买进点就是，比如你追高杀低，你追高杀低，你一追高之后发现这股票开始往下回转，好像买到高点，你杀低，你在很低的地方去放空，发现说放空之后呢，它就反弹了。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是追高杀低，你在买进卖出股票的点是不对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马上执行停损，所以说你建仓的时点错误的时候呢，你就是停损。第二个，你认为是低点买进，可是呢它却是高点，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它停损掉。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它的线型，比如股票掉下去，再打一个底部，我们讲的 W 底、3重底。当它打一个底部之后呢，你认为说它弹上去一个红 K， 你觉得呢它底部已经打成了，你就冲进去买开始分批建仓。买了之后呢，发现它是反转，就往下，所以它的整理平台呢不是一个低点，却是一个高点。这个时候呢，你也要必须马上执行的停损。但是如果说你执行的停损之后呢，发现错了比如说你今天买进来掉下去砍掉了，但它又返回原来平台之上，这人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你就勇敢的追回来，你就把它买回来，表示说它这市场调整呢，这是错的，市场调整是错的，所以呢，你停损呢也是错的，就是你这时候不应该停损，但是你停损掉了，那这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纪律告诉我们必须要停损，所以你去停损掉，这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停损对市场来说是错的，所以当股票又反弹回来，到达一个平台上面的时候呢，你就再勇敢买回来啊。那你有没有可能一直停损，一直买，一直停损，一直买呢？有可能因为你可能是猪头就有可能做这种事情。最后我们讲这个投资的心法这非常的重要。第一个，顺势而为，别抢反弹。
顺势而为。比如说股票持续的下跌，这时候呢，你是选择买还是选择卖？大部分人觉得我就分批买，分批买。但是你分批买，你不晓得这股票跌到什么时候，所以顺势而为。下跌的时候，你就是放空，就是砍股票。好，不对的时候你就砍股票，别抢反弹。当跌下去的时候，反弹觉得这股票已经到了，你就买进。但是买进的时候呢，通常还只是下跌的一个小转折点而已哈。第二个，建仓要分批，错了就跑，对了递减的加码哈。建仓分批，错了快跑，对了呢你就递减的加码。递减的加码，就是我买的时候是分批买，错了赶快把它砍掉。当你做对的时候呢，当股价越高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卖，但是股价越高买的越少，直到你把你的资金用完为止哈。这个所以是建仓分批，错了快跑，对了递减的加码哈。第三个，标股要耐心的抱，破了你设的线呢，就获利了结。标股比如说我在30块买，涨到40块，我要不要卖呢？因为已经涨3成了，要不要卖呢？50块要不要卖呢？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不用理它你就让它继续飙到一个获利停损点，就是它上去之后往下跌多少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砍掉。好，或者你也可以一个方法，当它的支撑线，支撑线破了之后呢，你就把获利了结。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方法，依据不同的股性，依据你自己操作股票的这个个性呢，来决定你什么时候要获利了结。这就是你的纪律，第四个，他说基本面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参考，不能作为交易的依据。也就是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呢，我们买的股票一定是基本面好的股票，所以呢，你不能因为今天研究出来这个基本面很好，我就早上冲进去买。基本面是一个长期的参考，你不能因为觉得今天公布这个数字非常好你就去买哈。所以我们讲说，基本面是一个买股票的参考，技术面是一个买股票的时点。比如说我今天买股票，我觉得这股票非常好，当它呢这个破了线了，冲上去了你可以看这张图，破了线了或者是各种方法，当它往上了涨上了一个 W 底破上去了一个下跌趋势线冲上去了，很多种方法呢，你可以判定说这个股票呢是不是你该买的时候。我们不要关心绝对价格高低，只要关注相对价格高低我们不要看说这个现在已经500块了，我真的买不下手那现在已经是800块了，我也买不下手。它在去年的时候才300块，所以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呢，你只要管它的相对的价格，就是这个区块。它在这个区间呢，它的区块是不是相对高点或相对点，而不要看绝对的这个价格你这样才有办法去买得下这个股票。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心法我们在武功秘籍里面呢就有心法。第一个顺势就是顺势而为你不要逆向，猪头才会逆向控仓，你要控制你的部位，你不要一次把你所有资金呢都扎进去，所以呢你必须要做调整。再来停损要小，就是你要停损的时候，你损失的金额要小，获利的金额要大所以我们讲说赔钱的股票呢你就适时的停损，但是获利的股票呢你就继续让它飙。所以顺势控仓，停损要小，获利要大。如果这个你可以做到的话，你在股票市场呢就可以一帆风顺，任何的挫折呢都没有办法打败你。祝各位大家投资顺利。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